本来今天说是，本来是9点半嘛，为什么拖到8点半？本来是你们这边的8点半，为什么拖到7点半？整天说我晚，早来1个小时可以了吧？给我感动！事实上呢，就之前我们有拍摄嘛，然后结束的比预期会早1个小时，然后那在公司等1个小时，我要早点回家，所以早1个小时开始，这样可以早点回家。其实我都已经做好来公司等1个小时的准备了，就是等就等吧，等了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我已经想要干嘛，等1个小时就等1个小时嘛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亲爱的经纪人哥哥帮我，为了让我早回家1个小时，帮我联系，说可不可以提早1个小时，然后发公告。那当然最好了，是不是？感觉变年轻了。我本来就年轻，我本来就正青春，好吗？什么时候染的头？昨天染的，但我现在发质真的废了。现在已经不是稻草了，现在是石头，就你不喷东西也是石头，一条一条的石头，10根。今晚坤哥有着我听说了，今天我们一起拍了 NCT show， 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但是我已经说了，毕竟这是直播，也没办法。今天我跟坤哥一起拍 NCT show 来着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9点半要直播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咋了？我说我9点直播呀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你9点直播，那你直播呗。”他也不邀请我，他说要不要连麦？他没有问我，看来他想自己搞。那他既然都不问我，我为什么要问他？说要不我们连麦？我们要矜持，连什么麦？为什么要连麦？不连。在哪里直播？在公司。怎么提前了？刚进来是吧？那个等全部结束了以后呢，应该好像是有回看的，你到时候从头翻一下就可以。但这不是我最想要的发色，我想要的是那个 MV 里面稍微有一点红红的橙色，这是我最想要的。所以说演唱会之前再补一下就可以。
我没有开瘦脸，一点瘦脸都没开，一点放大眼睛也没开，美白瘦脸大眼一个都没开。我到时候截图发到那个给你们看，我就开了一点点磨皮，因为我这皮肤真的太烂了。主播爆痘了，因为我正青春，发个青春痘很正常。你这个角度头显得很大，头大的人怎么样我都头大，管什么角度啊？我刚刚在看今日头条，看到库里他打高尔夫，打了一个好像是59米的那种，说我不懂高尔夫，他说是老鹰球，就59米远，一杆进洞，然后看完了以后，我就已经这么远这样敲，把球打飞出去。我之前拍欧德国尔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那个高尔夫球场拍的嘛，在高尔夫球场拍。那时候我试了一下打高尔夫，难的要死，杆子都打不到球。他这样一打59米远，然后看完那个我已经进入感叹了，是不是？已经进入感叹了，然后又看到下一个视频，就是真的，看到下一个视频就旁边围栏球迷让他投一个篮，投一个超远的3分，就看那个距离就特别远，大概中场的距离，让他投一个3分给大家表演一下。他其实是来打高尔夫来休息来玩的，他其实没有就可打可不打，就看他心情嘛。但他还是选择，还是宠粉，哎呀太帅了！然后投了还进了，这种场地室外，不知道就是3分线也看不到，也不知道距离怎么样，投了2下就进了，我的天呐！那个投篮的视频，我看了20几遍，然后金简哥哥在旁边，我给他看了一眼。他说哇好厉害，都是谁？我说这是库里。然后他说，然后我一直在重复看。然后他说你要看多久？我说就这一小段我可以看一整天。Mark 姓什么？还在搞这个？这个都已经过时了，还在 Mark 姓什么 ？Mark 是谁啊？我不认识，可以了吧？但我昨天跟 Mark 去打篮球，特别好玩。昨天我跟他打篮球，因为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人1打1嘛，觉得没意思。就虽然有意思，但是需要更大的意思，然后就想找谁一起去。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肖德军在打 CSGO， 我说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他说你要是能就是叫满一整个篮球场，其实我们组合有20几个人，想叫满一整个篮球场是很简单的。但是他说你要是能叫满一个篮球场，我保证去。我说那你别来了，你想全部想叫满一个篮球场，再见，别来。他说叫满一整个我肯定去。我说你别来，还叫满一整个篮球场。本来还以为他会来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跟，然后就
后来我找了很多人，我又打电话给那个就是曲宁，就那个给我们作曲的 ANL 的那个哥哥，他说他和朋友要踢那种迷你足球5v5的那种，就是不是大的足球场，小的足球场，小的门踢足球。他说你要不要？他要不他已经跟人家说好了。然后他说你要不跟 Mark 一起来踢足球？我说踢足球好像可以哦，因为我很久没踢足球了嘛，我小学、初中的时候踢足球特别喜欢，但是来韩国以后就一直打篮球，直到认识库里了以后就一直打篮球，再也没踢过足球了。因为我喜欢库里之前，我的偶像是梅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 Mark 说他还是想打篮球，行吧，那陪你打篮球，我就跟徐宁说，我们不去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想找谁呢？找谁？然后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？之前我们一直去国外嘛，一直身边会有那种安保的哥哥，我喜欢没事大家一起坐一辆车，跟他聊聊天啊啥的。他也想打篮球，我说好啊，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打篮球啊。然后后来就回国了以后，前一段时间我们演签售会了以后，签售会的时候，那个安保哥哥刚好又来了。我说有机会我们一起打篮球呀。我说好呀。然后就说那你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，下次有时间我就叫你打篮球。他说好呀，然后就交换了一下手机号。交换完手机号了以后，昨天我想问了几个经纪人哥哥，问了谁都不去，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安保哥哥。他说他在上班，他说等下班了以后打电话给我。然后后来下班了以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了，他说可以一起去，然后说他还可以把刚刚一起工作的同事一起带来1-2个一起打，可以吗？我说没问题啊，太好了，人越多越好啊。然后后来我们4个人2v2，我和一个安保哥哥一个队，Mark 和安保哥哥一个队，我们打2v2，太好了。然后我们一直都是打了3盘，每一盘都是跟不同的安保哥哥一队，最后一盘是我和 Mark 一队。哪儿队赢了？第一把、第2把有我的队都赢了，就 Mark 的队全输了。不管哪个安保哥哥跟我打，都是我赢了。然后第3把我跟 Mark 一队，另外2个安保哥哥一队，然后我们输了。所以昨天打了3把 ，Mark 3把全输了。但昨天我状态比较好，昨天投篮真的特别准，我昨天，所以基本上全是我得分。第一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输的，然后输到后来我连续投进了2个3分以后就赢了。总结有 Mark 必输。但 Mark 就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嘛，就很吃手感，就很不稳定，就是每次我们俩一起玩，就是谁手感好谁赢。他赢的时候也很多，我手感烂的时候也很多，所以然后后来篮球打完了以后，但我昨天我3分真的超级准，所以我发泡泡我说我和 Mark 是水花兄弟嘛。他之前也一直跟我们说我们水花兄弟，我说你要点脸吧。然后后来我也喜欢这个称号，所以后来那我是库里，他是汤普森。然后后来昨天结束了以后，那个就是
就是安保的哥哥跟我说，他说那时候我在另外一个爱豆的签售会，我在另一个艺人的签售会，然后你那时候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说哦好吧好吧。还没吃，点了一会儿到了吃。坤哥15分钟后就要直播了，我们直播我们的，他直播他的。那你看谁？当然看我了。你再来我的直播间，还是要去别的直播间？想得美。那个摊哥还是摊爸呀？我今天又看到微博上说他是在演唱会吗？演唱会上好像提到我了是吗？荣幸，谢谢你，因为我姓钟担我。为什么我姓钟担我？也是摊哥还是摊爸？有人说是摊哥人，他也是姓钟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他也姓钟啊，怪不得。钟家一家人。在贤的吻戏我不说了吗？泡泡我看了呀，昨天还是今天啊？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8号还是9号？今天是几号？9号。他们7月7号在127，7月7号不是那个出道6周年的那个直播嘛？那时候我们就直播之前我们在那个演唱会排练，然后排完了以后，马尔和凯灿他要来楼下直播，然后我那时候没事干，我就来127的待机室玩一会儿。一进来我看到就是这个房间，他们准备的房间就是这个房间，他们休息室就是这个房间。然后一进来我看到在线，我就跟他说 키스 씬 잘 봤어요。然后他害羞的笑了笑，我说아 근데 약간 생각보다 좀 더 했으면 좋겠는데。然后后来我在他们的待机室都玩了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啊，反正待了很久。我在里面我在里面一直在跟他们唠嗑，一直在跟他们聊这个聊那个，然后聊到他们开始直播之前，他们开始直播我就走了。直播打篮球就很难直播，因为给你讲几个原因啊。第一，手机放哪儿？球万一砸到怎么办？第二，出了一身汗，而且像我这样自然卷的头发，如果你每天不拿那个烫头的东西把它烫直的话，我只要一出汗，头发湿了，它就会变成以前的头发，那我就变成爆炸头，很丑。这是第二。
第三，打篮球。打篮球、打游戏，谁不会来几下 trash talk？ 谁不会飙几个脏话？不能播，对不起，所以。是吧？你还想看直播吗？我知道你即便这样你们还想看，不行，但是不能播。我是一个偶像，不能在公共场合，是吧？你们当然无所谓了，万一我口吐芬芳，到时候给我禁播了怎么办？我不想被禁播。倒不是说我多想播，不想被禁播，我不喜欢留坏印象对任何人。那时候微博直播黑名单，多难看。所以说打篮球直播不太好，打游戏直播的时候也是，王者荣耀啊，和平精英啊。每次开始之前，要么机上，要么任俊，要么是谁，不知道，反正不知道，不管是谁都会小心点啊，你小心点，你小心点，打游戏，小心点，你注意啊。好。然后结果打和平精英的时候，那时候不知道谁扔了个手雷，还是扔了一个燃烧瓶，我吓了一跳，标了一个 S 开头的话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？那任俊浩不。我看到你们都说出来了，就是你们说的 shift 去掉一个 f， 没忍住。但其实不是忍不忍的问题，这个就是真的莫名其妙脱口而出，这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很注意了。然后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之前在那个开灿和机上来我家，还有铁杆大头一起直播在我家，你们记得吗？不是用微博，是用那个 V Live。那时候也是，就是他们两个在直播，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去收拾了一下家里，然后那个遥控器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遥控器掉了，我又来了一个那个，我呀，看过去不是？我又来了一个那个，我记忆力真的不好，为什么这个记得呢？因为比较深入人心，深入我心，因为我说完以后，他们两个同时。金道英有吻戏？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哎，他说好像没有，不知道他是骗我还是怎么样。我今天跟他拍 NCT 秀的时候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吻戏啊？他说没有，他骗我的。没事，他骗不骗我，到时候反正我不用去看他电视剧，有吻戏的，到时候肯定上热搜，看到了以后链接丢过去，嘲笑他两下，还是怎样说，嘲笑他两下的事儿嘛。
他们的电视剧我很想支持，很想去看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。包括钱阳娘的电视剧也是，我很想去看追他们的电视剧，追导演的电视剧。那时候在明也是，他们的电视剧我都想去追一追，想去看一看，但就没这时间，就看看，没这时间，只能就是看看他们这些劲爆的镜头就行了，是吧？而且我都知道他们拍电视剧了，我已经很进步了。我的这修套路，我今天修套路，他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趟自己的老家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说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去的？他说前一段时间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之前他们 You 发了一首新歌，黑灿、道音，还有谁啊？反正那几个人 You 出了一首新歌，我在那个电台的时候啊，出新歌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太忙了。吃饭。董思成也有吻戏啊。董思成、云娘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消息，笑死我了。因为我们除了打游戏会联系以外，从来没发过微信，从来没发过微信。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我都不知道这是谁，我说是谁啊？然后后来因为我连备注都没来备注，他就是那个他自己的昵称嘛，所以我不知道谁，这谁啊？怎么突然给我发消息？然后点进去看他的那个 ID， 什么董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晕娘。然后他问我新冠怎么样？有没有后遗症？还好吗？怎么样？然后我也跟他聊了聊，但我跟他绝对不是尬关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是尬关，就他跟朋友的相处方式就比较不是那种太亲近太怎么样。那我敢保证的是，我们绝对不是尬关，尬关绝对不是，我们在一起从来都不会尴尬，而且。我们之前 SM Town 在日本，我不是还跟他用过一个房间吗？尴尬完全不会尴尬，就只是不怎么联系而已。而且他现在回国了，也见不到，不熟也不是，我们很熟，我们关系特别好，一点都不尬关，只是没有那么亲近而已。我不会，就是因为这是镜头前，我跟这个人亲，跟那个人亲，我们关系很好，我不会这样，亲就亲，不亲就是不亲。哎，笑死我了！文俊辉不是那时候不知道我姓什么吗？然后后来他跟我说，他的妈妈给他发微信，说你竟然不知道陈乐姓什么，你这是要气死他呀！文俊辉发截图给我看，笑死我了。然后后来他还截图给我看，他的妈妈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文俊辉竟然不知道陈乐姓什么，等我回来看我收拾你。然后我就给文俊辉说，我说谢谢你的妈妈，我好开，谢谢阿姨。等一下，我热死了，哎呦！头죽을 것 같아요. 더 죽을 것 같아요. 哎呀，刚刚开始之前，我的经纪人
我的经纪人哥哥问我，他说要不要帮你开空调？我说哎，好像不是很热，我现在我要热死了。坤哥开始直播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爱直播不直播？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开吃，得空调开了我再吃。空调不开我吃的话，我真的要一身汗。脱个头啊，里面没衣服了还脱什么脱啊？被禁播了，到时候人家说尺度过大。什么别见外啊！我不见外，我在家里我都不脱衣服，还不见外。主播吃什么？主播吃黄焖鸡。演唱会脱，演唱会也不脱，我可不想脱衣服。我练身体，我练我自己的身材，练一副好胸肌，一副好腹肌，就算练出来了，我也不是为了，我也不是为了观赏用，我是自己舒服，自己欣赏自己，或者说身体健康，而我不是为了给大家看的。黄焖鸡还黄仁俊，你吃黄仁俊？黄仁俊不好吃，全是瘦肉，不够肥。今天的 TMI 没有。我爱啃什么？你爱啃脚趾头吗？啃得到吗？哦，啃是啃得到，谁会去啃脚趾头？有病啊！啊，但也有人会啃脚趾头，也不代表他有病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但是，除非有特殊情况，我不喜欢啃脚趾头。啃脚趾头？为什么啃脚趾头？总归是有原因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会。你们知道一下，我不会啃脚趾头，但有人会啃脚趾头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们尊重他的爱好，但是我不会。Dream 谁最好吃？你这是人的问题吗？主播小时候吃鼻屎吗？主播小时候吃鼻屎吗？小时候，主播小时候吃鼻屎吗？小时候嘛，当然吃过。小时候嘛，现在不会吃了，小时候会。哇，你真的敢问？你敢问我就敢答。
你只要敢问出来，我就敢答。我是爱豆没错，但是我以前不是爱豆，所以我小时候吃过鼻屎，现在没吃过。小时候啊，传下去直接要吃鼻屎。你这种文案不满意，人家会，我现在我多大了？我吃鼻我病啊！但是也有人可能会，但自己身体里面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尝一下这很正常。但我现在不吃，但小时候总归有好奇心，尝了一下总可以吧？我现在有吃过别人的，我疯了，没吃过啊。我最烦别人，我不是最烦别人，就最烦不是最烦吃别人鼻屎，谁会去吃别人鼻屎啊？这什么话题啊？我还在跟你们聊。主播一会儿咋吃饭？就那实话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在吃饭的时候说不要聊屎尿屁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在吃饭，你跟我聊这方面，我也不会受到影响，我还是会吃的很香，因为我吃的又不是那个，我吃的是饭，我不会影响到我的食欲，也不会影响到我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因为不礼貌，这个绝对，这个就对了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敢问我就敢答，好不好？但主要我也不太饿，我刚刚本来很饿，我一杯喝完了以后，我就没那么饿了。啃过指甲，但我不喜欢啃指甲。小时候当然啃过，现在不喜欢。和 Seventeen 拍尬关吗？我又不尬，为什么要拍啊？没必要啊。问了你也不理我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个弹幕不是弹幕，这个评论区翻的这么快，我又不可能一个一个都看到，我每个都要读死我了，我怎么读啊？到音送的西瓜吃了吗？还没。主播有灰指甲吗？灰指甲是什么？但我没有，我肯定没有，我还这么小。热死 vs 饿死，那我宁可饿死。我真的讨厌热。哎，你们多来几个，就是什么 vs 什么，就比如说刚刚讲热死 vs 饿死，这种就很恶，这种就很有趣。你和 NCT 谁比较尬？首先 NCT 有谁？让我先想一想，先要捋清楚一共有谁。
我们先从127开始 ，Dream 是不可能的，127太一不可能，轻的要死，乘5不可能，还有谁啊？前阳娘不可能，佳娘不可能，与太阳不尬，但没那么轻，这是事实，因为我们见面机会少。与太阳不尬，头用样我这轻了都，不是轻，就亲近了都啊。头用样不是，还有谁啊？还有太用样，太用样也是，就是从来不会尬，我见到他从来都不会尬，只是没那么亲，我们不会平时联系。他前两天生日嘛，我妈给我发消息，她说泰荣生日了，你赶紧去祝他生日快乐。我说就我们组合里面所有人生日都是我妈提醒我的，然后我说啊他生日了，然后去百度确认一下他的生日是几号，然后就给태용 형发生日快乐，我说형生日快乐，然后我说태용 형 맞죠？因为我太久，我从来不跟他联系的嘛，我没跟他联系过，所以就备注明明是泰荣，但有可能就他换号啊，手机换号啊，所以我不确定他100%是泰荣，我就问他태용 형 맞죠？生日축하해요 형。他说누구야？我说철러야。啊철러。然后철러。태용 형 맞아。고마워。태용 형也是就是不尬，我们完全不会尬是不可能，很轻，不轻，不是很轻，但是不尬，就是不会尴尬。那127没有一个尬的，然后 Dream 也没有一个尬的，然后威神，但其实要这样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是尬的，只有没那么轻的。没那么轻的话就是127的啊，松灿也不是尬，但没那么轻。松灿也是，就没有一个人会尬，只是没那么轻而已。那127没那么轻的就是与太阳和태용 형了，可能。威神没那么轻的就是洋洋和 Henry， 然后松灿也没那么轻，但大家都很熟，一点都不会尬，只是没那么轻，接触的机会比较少而已嘛。接触的机会少不轻，怪我啊。我和洋洋当然也不会不熟啊，只是接触的机会少，没那么轻而已，也不会尬，只是没那么轻。Ten 很轻啊，修套路也轻啊。Ten 在中国碰到了我的朋友，还跟我说哦。冰红茶 vs 奶茶，当然冰红茶了，我不喝奶茶的。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喝过奶茶了？小时候爱喝奶茶，越来越不爱喝，有点腻。篮球1对1 vs 篮球5对5，那当然是篮球5对5了。哎呀，擦个嘴，吃饭擦嘴，擦下来全是口红，我的天哪！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化妆，
虽然我是艺人，没错，我是艺人，但是我不喜欢化妆，因为皮肤不舒服，而且嘴巴涂这么红。光头 vs 鸡冠头，那我宁可鸡冠头。坤哥 vs 太一，哎呀，这个难呀。那肯定，其实这种问题啊，现在如果坤哥在看的话，我只要犹豫他都会生气，你信不信？这样不是我，竟然还要犹豫，他肯定，我只要犹豫他都会生气。就不是说选不选谁了，就不是说选不选谁的问题了，我只要犹豫一下，坤哥都生气，那我当然选太一了。CS:GO vs 和平精英，当然 CS:GO， 我现在已经不玩手机游戏了，我现在手机换了个 mini， 所以代表我已经不玩游戏了。一个眼睛 vs 两个鼻子，我的天呐，那我两个鼻子吧，一个眼睛在这太不喜欢。被叫老婆 vs 被叫女儿，那我宁可被叫女儿。马尔克 vs 基桑，两个都讨厌。女儿 vs 儿子，我是个男的，我当然选儿子了，还女儿。我说儿子，你们还是会叫我女儿，我就选女儿得了，烦死了。有女儿 vs 儿子，我说儿子，女儿，我选了女儿，你们还是女儿，你们就想叫我女儿，那就叫呗，还问。这弹幕太快了，而且就问的都是之前问过了，问点新的嘛，整天问同样的有什么好问的？嫁我 vs 嫁给我，还是 vs 娶我？什么玩意儿？两个都不要。DC vs 漫威，那肯定漫威啊！我是铁漫威粉，雷神4一出来我就去看了，第一天出来我就去看了，那天签售结束了以后我直接去看了。空调和 WiFi， 我选择空调，就不能没有空调，因为我真的太怕热了。哦，今天我接到通知，诚挚第2季的最终集要拍，问我们想怎么拍来着？我们说去旅游。
我还没想好去哪儿，因为太忙了。但第2季是最终季还是只是第2季还不一定。但橙汁已经是 NCT 的 channel 里面最长的，就是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节目了。远的不可能啊，远的我们这么忙。其实实话说，我也想有第3季，但能不能有得了，不一定啊。我也没有把握，有把握的话我就说了，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没有。何文俊会喝奶茶 vs 和李秀满老师喝冰红茶，那当然和李秀满老师喝冰红茶了。想和文俊会喝奶茶，随时都可以。跟李秀满老师一起喝冰红茶这种机会，谁怎么能舍弃啊？是不是？其实我这次在想，如果演唱会结束，然后8月 SM Town 啊，各种巡演结束，9月要是能回趟国就好了，但是不一定，有点想回国休息，就是看，主要我倒回不回来我倒无所谓了，回不回来我也无所谓，我也不缺休息，其实我现在倒也没那么想休息，我只是想看看家人而已，看看家人，看看朋友而已。我倒不缺休息，现在也不像小时候每天想着，哎呀什么时候回国休息1个礼拜，哎呀休息。现在我倒不太想休息，只是回来看看，太久没回来了。道音 vs 我，这个我是谁？你吗？你是谁我都不认识，我还是选你，当然选道音了。道音 vs 我没有吧唧嘴吃饭，我闭着嘴吃，你嚼着肉总会发出声音的，还说我吧唧嘴。哇，我已经直播了54分钟了，好像是可以下班了的节奏呢。回去要打 CSGO， 我今天还想去打篮球。来，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想看陈志还是父子档？就我和 Mark， 还是我和陈志？就如果再出下一集，想看我和 Mark 还是我和基桑？
只能选一个，不要都要。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，哇，竟然橙汁更多哎！但是我跟马尔克弄的话，我跟机造弄，他会一直控制我，就不让我过于发疯、过于爆炸、过于吵闹，机造会控制我。但如果我跟 Mark 失控，极其失控，每集爆炸，没人控制得住。3个人一起啊，出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3个头。세 머리王머리的3个王머리 세 머리，名字세 머리의 이것저것 괜찮은데。3头嘛。头的3次方，可以。但如果头的3次方的话，那我们的电视又不可能以头为主，还是黑猫里3个头，比较想干嘛干嘛嘛，头立方。这个可以思考一下，想一想，到时候跟他们说一下。但其实我个人因为跟机上已经做了2季了，我倒有点想跟 Mark 做一次试试看，喜新厌旧。3头演绎。3巨头。但 Mark 实在是太忙了，想跟他拍一期很难。之前也说过，我想跟 Mark 搞一个。跟黄仁俊，其实跟黄仁俊也可以，但是我们的平时的兴趣爱好太不相像了。他在画画，我在打篮球，我们的画风不一样。机上会在角落哭呗，人总是要成长的。跟在明就我跟他用每集 CSGO， 跟前面一起打乒乓，对，你看，跟前面打乒乓，跟在明打游戏，这都是1级分，我们要出一个系列，就很难。凯灿
倒是可以，每一次跟他去不一样的美食店。9点半了，已经直播了1小时1分4秒了，差不多该溜了。才8点多，下班晚上8点半下班已经算很晚的了。我播到吃完不可能了，让我安心吃点饭。我边播边说话边吃饭，这2个都干不好。给我一个继续留在这儿的理由，我思考一下，我就再留在这儿。给我一个留在这儿的理由吧。哼，拜拜的人都来了，那我就拜拜了。问我今天发不发泡泡？应该不发吧，我觉得。坤哥留不住我吗？当然留不住了。你走，如果我走了，你就曝光我的 QQ 号，我自己都可以曝光我自己的 QQ 号，还要你曝光？我现在都可以再报一遍，我上次已经报过一遍了，我这次还可以再报一遍。我平时要学习弹钢琴，练钢琴，都是我妈妈帮我管。如果再骗取大家的钱财，我就要采取法律措施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可爱？小时候，哎。唱巧克力王，巧克力王，算了，我老了还唱巧克力王呢。我前天看到一个今日头条，一个02年的说自己老阿姨在公司里面，笑死我。然后02年说自己老阿姨，然后一个97的就说自己就是清朝的兵。然后再老一点的说自己是兵马俑，然后再老一点的说自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笑死我了。那个视频笑死我了，我现在看。啊，最后一个说自己是木乃伊，最后一个什么总监在那个群里面说我是木乃伊，太搞笑了，天呐。
02还说自己老阿姨，我01的我01的就算了，说自己老了，你个02还说自己老阿姨。恐龙 ABC， 恐龙 ABC 我那个里面有很多，恐龙 ABC 都有我唱和声，几个和声我特意，我那个和声唱的太，我是带着灵魂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爷爷恐龙、奶奶恐龙这样的恐龙，我都是真的投入进去。把自己想成是爷爷，或者把自己想成是爸爸，或者把自己想成是妈妈，或者把自己想成自己是奶奶，学着他们的声音给大家唱。我在录的时候一直看外面给我录音的人的那个表情，他们都笑死了。他们越笑，我越来劲，我越想搞。然后后来有一段本来是 Mark 的，就是咻这个东西，他就是学的没那么像，但是我在录音的时候，虽然不是我的 part， 但我觉得好玩，我就学了一下。然后后来等我结束了以后才是 Mark 录嘛，然后 Mark 没有录出那个效果，但是他谁会像我一样去学这种比较奇怪的声音？但我就喜欢搞这样的事儿，然后后来特意还抓了一天，说要修整恐龙 ABC 的录音，修整录音，让我就录这个咻，这个让我录一个这个东西。我说至于吗？我就一个这个字，但是你搞得太像，搞得太好了，既然都夸我了，相信我，唱到你满意为止。和机上的 cover 还得再等等，歌已经录好了，视频没时间录，现在要演唱会了，哪有时间录视频？主播今天不上厕所吗？我实不相瞒，我现在有点想上，但今天没有人替我再过来帮我压场，所以我憋不住的时候就是我下线的时候。还让我忍着，我想忍就忍，我不想忍我就去，我不想忍，我现在也得忍着，因为我不在厕所，让坤哥救我。成年人不能每次靠别人，要学会靠自己。一有不行的事情就找别人来，一有自己觉得自己解决不了，还没尝试觉得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依赖别人，不行，一定要懂得靠自己，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亲自解决。一定要不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解决，尽量让自己能够去解决，这样人才能成长。每次想上厕所都要找坤哥帮你压场，他凭什么帮你啊？
所以要么我忍着，要么我就下播去上厕所。他凭什么要帮我？他也有自己的直播，他也有自己要干的事情。坤哥虽然对我好，他特别特别喜欢我，我知道，但是这不是我利用，这不是能够利用他的理由。他喜欢你，你要感恩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能觉得这是应该的。每个人对你好，你都不能觉得这是应该的。但每个人习惯了以后，就觉得习惯他对我的好，所以习惯了就觉得你应该对我这么好，千万不能这样。没有一个人应该对你好，没有一个人应该有义务去对你好，那都是他自己他想对你好是他的事情。所以你要保持感恩，保持对别人的尊重。你不能因为他对你好，你就对他想怎么搞怎么搞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因为一个上厕所给你悟出来这么多大道理，我也是挺无语的，但是真的是这样。每个对你好的人，包括你的爸爸妈妈，他们虽然把你养大，是也要感谢他们，不是他们也可以不想把你养好，他们想把你好，你要感谢他们。所以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好一点。主播演唱会上穿短裤吗？不穿，我只穿长裤，我不喜欢穿露膝盖或者就是我不喜欢这种短裤，不喜欢，特别不喜欢。我知道你们非常喜欢，想看我穿，但我不喜欢穿那个裤子，我不想穿。刚刚那一段，我妈肯定在看我直播。刚刚那一段我妈看了，哎呀，我们的儿子长大了，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我妈现在肯定内心就在这么想。我妈看着我的直播，一脸姨母笑。啊，不是姨母笑了，奶奶笑。我妈已经是奶奶了。我在读评论，没有禁止。主播还没有到憋不住的程度，还可以再撑个10分钟左右。讲讲小时候啊，小时候能讲的东西太多了，都不知道挑啥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下次再讲。我想回家休息了，已经直播了1个小时15分钟了，挺长了。反正这个月应该还有，反正之后肯定还会直播的嘛，是吧？
刚进来就结束了，怎么每次都有刚进来就结束的？真可惜，没关系，结束了以后重新点开我的，有重播可以看，没关系，不要担心，只是不能实时互动而已。我相信你下次能赶上的，加油！拜拜，不说了，肚子痛死了。